家好，欢迎来到 Learn Chinese on the Go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如何求助。小美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？什么样的经验？快说说看。就是你想让别人帮忙，想帮忙。结果别人没明白你想做什么。哎呀，这个我懂，太尴尬了。对，比如你说，哎呀，好高啊。你是想让人帮你拿东西，对吗？是啊，但我没直接说出来。别人可能以为你只是感叹呢。对，觉得我只是在聊天。你遇到过这种时候吗？有啊，我拿不动一个箱子。哦，箱子太重了。我就说，哇，这个好重。然后呢？有人帮你了吗？没有人，他们只是看着我。哈哈，太逗了，我笑死了。我当时心里可着急了呢。那你后来怎么解决的？我就直接说了，能帮我一下吗？哦，直接问就明白了。对，别人立刻就来帮忙了。这就是求助的关键啊。是啊，要清楚地表达出来。想象一下，你在一个新地方，比如我去旅行的时候，迷路了，或者不知道怎么走，那就更要直接地问路了。但怎么问才礼貌呢？我觉得请问很重要。请问是很有用的词，比如请问这个怎么走？或者请问可以帮我吗？对，加上谢谢就更好了。小细节，大作用，对吧？是的，让人感觉你很客气。我发现有时候不好意思问，为什么会不好意思呢？怕打扰别人，或者怕说错。这个问题很多人都会有。对啊，这是个普遍的困扰。其实，大多数人都很乐意帮人。真的吗？我有点不相信。真的，只要你问得清楚。还有态度要友好一点。是的，面带微笑地去问。我以后也要大胆一点了。对，大胆地去求助吧。今天的收获太大了。今天的收获真是太大了。是啊，以后你就不会那么害怕了。真的，感觉自己一下子有了许多勇气。你有没有遇到过，本来能求助却没开口？以前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。我有一次迷路了，手机正好没电。哎呀，那当时你可怎么办才好呢？我犹豫了很久，才终于敢开口问路。结果怎么样？后来有人愿意帮忙吗？一位好心的阿姨非常热情地为我指路。是的，而且表达的时候一定要说得清楚。比如说，具体要怎么说才显得更有礼貌？我们可以先说不好意思，打扰您一下。哦，原来是先要表达自己的歉意，对吧？对，这种表达方式在中文里特别重要。为什么非要先说抱歉，不能直接问呢？这样别人会觉得你很尊重他，有教养。原来是这样，这是我们独特的文化习惯。比直接问能帮我吗听起来好得多。这样别人会更容易伸出援手给予帮助。
对，而且也会显得你这个人更有教养。那万一遇到的情况非常紧急，怎么办呢？紧急时刻可以把语气稍微直接一些。比如说，在路上突然遇到了什么事。是啊，比如请问最近的医院究竟在哪？那求助时语气是不是也需要急切一些？其实并不用太着急，但是要表达清晰。大家觉得在哪种场合最难开口求助啊？比如说，在办公室里去问自己的老板。哦，那确实会让人感觉有很大的压力。在职场上求助确实有很多讲究的。是不是需要特别考虑一下人情债呢？我们中国人通常都非常看重人情。求助后应该怎么去归还这个人情呢？不一定要立刻用金钱或礼物来偿还。那具体要怎么做才算是比较合适呢？我们可以下次在他需要时主动去帮忙。哦，这不就是平时说的礼尚往来吗？对，维护好彼此关系是非常重要的。这是一个需要时间积累的长期过程。是的，这就是在积累善意和彼此信任。我发现有时候自己的求助会被拒绝。啊，那你会怎么去应对这样的情况呢？我会觉得有点尴尬，然后可能就放弃了。其实自己的求助被拒绝了也是很正常。是吗？我总觉得那是我自己做的不够好。有时候别人可能真的有他们自己的不便。那有没有办法能够委婉的再次去问？这真的需要非常具体的看情况。这种更复杂的情况，我们下次再好好聊聊。是的，那种情况确实需要更细致的考虑。对，那平常我们求助时还有什么要注意的？我觉得态度和时机都特别关键。这听起来像是门大学问呢。比如，你不能在别人很忙时打扰他。那要怎么判断别人是否方便呢？眼神交流和肢体语言能说明很多。哦，就是要察言观色是吧？对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技能。我有一次就没注意，结果特别尴尬。发生什么了？快给我讲讲。我看同事在赶报告，直接就问他。然后呢？他肯定很无语吧？他很礼貌地拒绝了，但我很愧疚。这就是没有选对时机的小插曲。后来我等他忙完，才再次开口。他当时就爽快地答应你了吗？是的，所以时机真的太重要了。还有就是要明确你的请求内容。不能模棱两可，让对方去猜对吧？对，越具体越好，能节省时间。比如，直接说帮我拿一下笔。是的，比你帮我做点什么好。我发现很多人不好意思说清楚。那可能是担心请求太麻烦别人。但不说清楚反而更麻烦呢。没错，这其实是一种沟通的艺术。哎，大明，你觉得在求助的时候，怎么了？有什么想法？我们是应该直接说帮我，还是？你是想问用词上的区别是吗？对呀，比如帮忙和劳驾。这两个词都有请求帮助的意思。那用起来有什么细微的差别吗？劳驾更客气，
有点打扰的意思。哦，那在正式场合用它比较好。是的，你知道中国人很讲究面子。没错，求助和被求助都要顾及。对，如果你让对方帮你，他觉得有面子。你的请求给他展现能力的机会，这样他就更乐意伸出援手了。原来求助也需要策略和智慧啊。所以，给对方台阶很重要。说到这，我想到一个更难的问题。什么？是关于金钱上的求助吗？不是，是关于跨文化求助的。哇，这听起来就更复杂了。是啊，比如不同国家的理解方式。这种情况下，可能会有更多误会。对，我们下次可以专门聊聊这个。好啊，这肯定会很有意思的。是啊。说到求助，我还想到一个。什么？是不是和委婉有关？对，中国人不太喜欢直接说请帮我，而是会先铺垫一下。比如先问你最近忙不忙。哦，或者说自己遇到个小问题。这样就给对方思考的空间了。真的，这很考验听力理解啊。哈哈，也考验你的读空气能力。这也是一种社交智慧吧？没错，我记得有一次我电脑坏了。你是怎么求助的？我没直接说帮我修电脑。那你具体是怎么说的？我说，哎呀，最近电脑老出问题。然后呢？等着对方主动问。是啊，我朋友马上就问我了。怎么了？需要帮忙吗？这样吗？对，这就是给人情的机会。懂了，这叫投石问路。哈哈哈，对，这个词用得好。但如果对方没听出来呢？那你就得再暗示一下，语气更急切。比如，我真的搞不定这个。对，或者叹口气，显得很无奈。哎呀，这样沟通真的有点累。但这是为了维护彼此的关系。那你觉得是不是所有求助都这样？肯定不是啊，比如很急的事。哦，比如火灾报警那种。那种就得直接求救了。哈哈哈，对，不能还顾着面子。所以要看事情的轻重缓急。哎，我想起一个词叫帮衬。帮衬，这个词用的妙啊。是不是指那种互相帮忙的感觉？差不多，更多是指生活中的小忙。比如邻居之间借个葱蒜。对，是那种不求回报的互助。这也是一种情分的体现吧？没错，非常贴切的文化解读。这样看来，求助真的不简单。还要看你和对方的交情。哇，交情深浅也会影响结果。当然，关系越好，越容易开口。那如果是求助一个陌生人呢？哎呀，这又是一个大难题了。尤其是那种需要付出很多的帮助。对，比如需要对方牺牲时间精力。那可能就不能用面子那一套了。对，陌生人就不能讲面子了。那要怎么开口才合适呢？
你得先降低对方的心理门槛。心理门槛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让对方觉得帮忙不麻烦。哦，就是说请求要轻一点。没错，开头要非常礼貌。比如不好意思，打扰一下。这个很常见，也很有效。还有没有别的说法呢？可以说劳驾，请问您方便吗？劳驾这个词带着点敬意。是的，表示麻烦您辛苦了。这样听起来，求助的人很有心。对方会觉得被尊重，更容易答应。这比直接求助感觉好很多。我有一次在机场要借个充电宝，结果呢？人家帮你了吗？我就说了句劳驾，能借一下吗？太神奇了，这就借到了。他很爽快就借给我了。哇，所以开场白真的很重要。还要表现出你的急切和无奈，让人理解你真的需要帮助。对，比如我手机没电了，很急。这样对方会更理解你。同时也要让对方觉得是举手之劳。举手之劳，意思是小事吗？没错，不给对方太大压力。大家觉得这种说法是不是很巧妙呢？这样，对方帮了你会觉得很开心，而且还觉得自己是好人。对，这就是我们说的送面子。哇，求助还能给对方送面子，让他觉得自己乐于助人，能力强。这真是个意想不到的文化点。但是，如果不是举手之劳呢？比如要人帮忙搬很重的东西，那可能就要考虑回报了。报答对方的帮助，是吗？是的，可以提供一些补偿。比如请对方吃饭或者喝咖啡。对，表示心意，减轻对方付出。这叫意思意思，对吗？没错，一种非正式的感谢。这种做法，对方会更容易接受。但有一种更深层次的东西。哦，是什么呢？那就是人情债，这个可不小。人情债，听起来很复杂。它是一种情感上的联系。意思是欠了就要还吗？通常是这样，但不是马上。是一种看不见的账本是吗？可以这么说，它很微妙。那如果一直不还呢？可能会影响你们的关系。听起来有点压力啊。但也能增进彼此的感情。就像一个特别的纽带。是的，所以求助要慎重。求助的对象也很重要了。没错，这要看你们的关系。关系越好，人情债越深。但也越容易被理解和接受。感觉这就是中国智慧。对，关于社会交往的智慧。真是个有意思的话题呢。从简单到复杂，很有趣。明白了求助的文化考量。那么小美，你有什么感受？求助不仅是开口，更是艺术。这总结得非常到位。我们今天的收获很多呢。是啊，希望大家也一样。了解了不同情况的求助，还有人情债这个大概念。
让我对文化有了新理解。是的，这个点很有意思。每次讨论都学到好多，希望对大家都有帮助。我觉得求助真的不简单。是啊，要考虑很多因素，比如对方的意愿和能力，还要顾及对方的面子呢。这真是门高深的学问。今天的收获确实不少。我也学到了很多新东西。是的，今天的讨论很有意思。小明，你觉得最独特的发现是什么？我觉得就是人情债这个概念。那么，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呢？你们在生活中会怎么求助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经验。我们很期待听到你们的看法。下次我们聊聊一个不同的角度，比如如何优雅地拒绝别人的请求。这也是一门很重要的艺术呢。没错，希望大家下次继续收听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